每次大牛市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搭到顺风车的人，觉得自己有够厉害，赚钱原来这么简单，每天无脑买入都会涨。但毕竟投资市场还是本多终胜，赚个几万块已经不够看了。要知道，现在打开脆，打开迪卡，每个对账单都是几百几千万起跳的。虽然很多都是在造假、钓鱼、诈骗的，但你每天看到这些对账单，心理压力难道不大吗？大家好，我是麦门，这里是分享如何投资全球各大股市，不盯盘、不短冲，只赚大波段的频道。你们知道为什么在学生时期，我们常常会被规定要穿制服吗？其中一个原因其实是不想让心智发展还不健全的小朋友有过多的比较心态，或是让家境之间的差距太过明显，而引发了霸凌的可能性。但其实人不管到了几岁都一样会有比较心态的，尤其出了社会之后，最让人闻风丧胆的3个字就是同学会。总会有几个特别顺遂的同学开跑车住豪宅，不管你怎么认真上班，都还是差他们一截。又想到学生时期，明明这些特别有钱的人上课都在睡觉，怎么用功念书的你一路辛苦努力过来，得到的却远远不及他们的1/10。还有在社群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那种人跟人之间的差距又更加明显了。从脸书、IG 到现在的 Threads， 过生活变得好像只是为了满足表现欲，不花个几千块吃大餐，就没有东西可以发出来分享，就感觉自己好像快要被世界遗忘了。当大家都在说今天股票又赚了多少多少的时候，你猜猜其他原本没在投资的人需不需要跟着开始买股票？虽然根本搞不懂要怎么去判断涨跌的依据，反正多滑几下脆，就会有人报名牌，跟着上车就对了。这件事发展到后面，就算拿出省吃俭用很久，好不容易累积出来的存款去买，但获利还是不够看，不敢拿出来跟别人比，就开始有一堆韭菜想说，反正行情正好，没输过也没怕过，借贷的借贷，抵押的抵押，开高杠杆当冲的也有，想要去向别人证明自己也有投资赚钱的能力。2021年，当时台积电大涨2.5倍到680块时，就跟前阵子一样，市场热络，人人喊台积电明天就会破多少。当时很多人抢买，买进成本都在600块以上。那时候我在直播中有提到，台积电未来一定会1000元，但不表示你在600块买进是正确的操作方式。后来台积电腰斩跌到380块时，我就在文章教学中教你判断这个价位是否适合进场抄底，怎么去判断分批进场的点才安全。所以我们进场平均价位约在400元。而现在2024年，台积电一度站上1000元。如果当初你在600元买进，后来跌到380块，你都没有停损的话，那你等于套牢了2年。因为2年后，价格才再次来到680块。套住2年的你，当看到股价终于回到成本价，你的心态应该是解套了，有赚赶快出。因为套牢这么久的人，在套牢的过程中，心态容易从充满信心变成充满怀疑，结果就错过后面喷的那段，等于这2年都白等了。但如果是善用巴菲特的名言，当好公司遇到倒霉事时，就是最好的进场机会。如果你跟我们一样等跌到380块才进场抄底，那一路飙涨的快感，跟套住2年等解套的心情会一样吗？我们看到的是本金翻2倍，你看到的是套住2年的资金终于回收，这光是带给你的成就感跟信心就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人总是容易被情绪影响后续的决定，事实上多数人的进出场标准有很大程度地会因为情绪变化而改变。例如当你买股票赚钱时，原本可能预期赚个30%再出场，但是在涨到30%之前，可能遇到股价回档。当你产生获利回吐的恐惧时，本来打算赚30%再卖的想法，就可能因为恐惧而提早出场，最终影响你的绩效。所以平常我没下单的时候，到处云游四海，确保自己有一个愉悦轻松的心情，同时也是在确保自己可以保持敏锐的判断，不让自己容易被情绪左右。如果你想了解良好的投资心态，关注最新的趋势变化，可以追踪我的免费分析文章，也帮自己培养一点警觉心。直接点击影片说明栏的连结，或者联系小帮手协助。台股、美股都才刚经历过大跌，我虽然已经提前在免费分析的文章中提醒各位注意安全了，但投资人总是没有危机意识。在金融市场里，历史会不断重演，白话说就是金钱游戏的割韭菜模式，数十年来没有变过。我在维股利7月14的免费文章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台股加权在7月11就已经达到我算出的满足点24200，现在市场氛围已经转变为韭菜季，无脑买进的小白现在都已经住套房了，甚至还有人1000块抄底台积电，到底是哪根筋让你觉得远在天边的1000块会是底部？我知道今年上半年的大多头趋势一路从17000点涨到24000点，投资人的心里肯定会有一个预期，就是股市很强，随便买随便赚，随便上车随便都涨上去的心理惯性。安稳地坐在车上的人，正常是不会预想到可能10分钟后可能会紧急刹车。依照我多年观察，很清楚韭菜们都是这种想法，总是容易失去戒心。也因为高杠杆当冲习惯了，很多人下单的时候根本都没想好下一步要何去何从，到底以后才开始烦恼自己没钱交割。在7月23日，券商申报的台积电违约交割金额就来到了2.27亿。在迪卡上面也有一篇文章，台积电没钱交割怎么办？网友分享，我以为我会跟昨天一样开低收平盘左右，所以就在986买了一张，结果现在跌到不行，没钱交割，只能当冲掉了吗？可是要赔好多钱，我该怎么办？谁能帮忙拉一下到990就好？我真的好害怕。不知道这几天除了这个网友之外，还有多少人是想要打电话给营业员，说顶楼风好大，我好害怕。为什么会有交割款的问题？我们不管做什么交易，通常都要在交易成功的第2天之前把钱汇进证券户。例如说，你在台积电1000块的时候买了一张，就要实际入金100万。证交所虽然不是小本经营，但一样不能给你赊账的。股市就跟其他市场一样，都需要买卖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交易才会成立的。就像前面说的，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就算做对了几单，但终究敌不过本多终胜的原理。这样的对账单，就算胜率再高也没什么好秀的。什么叫本多终胜？大家可以想想看，1万的10%是1000块，100万的10%是10万。同样一只股票，你投入的成本越多，回收的获利也越大。又或者一样操作到翻倍的绩效，1万翻成2万等于只赚到1万，但100万翻成200万是不是就赚100万了？所以本金不够又想追求高获利的同学，这时候就只有一种选择，也就是杠杆。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举起整个地球。杠杆透过力矩把原本的力量加倍，让你可以撬动远超过你力量的重物。在投资市场里的杠杆也是如此，透过杠杆的加倍，让你用小本金也能交易好几倍金额的商品。假设你原本的本金只有10万，但加了一个10倍的杠杆，就可以去操作价值100万的商品。我们可以用融资或是合约、选择权等等的方式来达到杠杆。有些人也会利用交易第2天才需要交割的特性，做所谓的当冲或是隔日冲。也就是说，假设你觉得今天台积电会涨，你可以先在980元的时候买进一张，然后在990元的时候卖出。因为你手上实际上并没有持有任何台积电的股票，就不会有需要汇钱给券商的问题。同时，你还可以赚到1万块的价差。但如果它一路跌呢？你就只能乖乖把它冲掉，赔中间的价差。但有些人会凹单，一路凹到交割日，却拿不出98万，这时候才两手一摊说我没钱买这张股票，这就叫做违约交割，也就是没有把该付的钱付出来。但是券商可不是来做慈善的啊，不是你哭穷就可以把他们当塑胶的。违约交割的下场，除了还是会被收违约金，如果付不出违约金，手中持股会被变卖，情节严重的时候也可能会面临刑责。最重要的是会被盖上信用不良的印章，被银行界封杀。未来不要说再开证券户了，就连办信用卡、申请贷款都会变得非常困难。这时候就要问问你们了，看懂盘面到底重不重要？看看迪卡上那位同学的亲身示范，我以为会跟昨天一样开低收平盘。判断的基准是什么？因为前一天是这样走的，仅凭一个我以为就足以让这些韭菜做出一个近100万的投资决定，只因为当冲看似是个无本生意。为什么违约交割这么可怕？我们还是常常看到少年股神走上这条不归路而陨落，不就是对自己毫无根据的看法太有自信吗？学了几个技术指标，看到黄金交叉就觉得可以下单了，殊不知就是那些指标在负责割韭菜的。多少韭菜就是看着指标出手，然后就 GG 了。偏偏韭菜们又最爱学这些，我现在看到还有一堆人教这种落伍的东西，还要收学费的，都很希望他们不要再出来害人了。
但是一堆韭菜还是前仆后继的捧着学费，连如何选择学习对象都不知道。如果你对投资理财观念很有兴趣，愿意开始培养正确观念，学习股票、期货、美股、比特币、ETF 等金融商品的波段投资方法，你可以在这部影片左下方点赞，这部影片就会存在你 YouTube 记录里，以后你想复习的时候就不会找不到了。偶尔会收到一些网友来信问说，我的教学订阅费比市面上常见的价格还高一点点，差别在哪里？很简单啦，我玩的是大波段，是为了期货赚数百点或股票赚倍数才出手，出手频率虽然低，但是操作一趟就是好几位数进账，跟每天都要下单赚买菜钱的股市打工仔是完全不同世界。毕竟我们主打的波段操作，跟一般小资族喜欢无本当冲，或是拿小本金加高杠杆杀进杀出的观念不同，教的也是真的在市场里厮杀10几年还是一样有效的策略。不然你可以在群组里随便问一个学长姐，他们很多人都是跟了好几年，每次大波段都吃饱吃满，有什么理由要离开？为什么我在研究了各种交易策略之后，会选择波段操作来作为我的必杀技？我研发出的独特策略是可以兼顾高报酬跟低风险，只要控制好停损距离，控制好资金比例，这是一套可以复制、可以重复做的模组，而且难易度比短线操作简单太多了。一旦看法正确且做法又正确，获利的倍数通常都高于5至10倍。这样的模组就是高盈亏比的模组。我在7月14日教学文章已经说过，台股24200满足点到了之后，会是大规模回档。现在事后回头看，台股暴跌了4000点，没骗你吧？如果不想错过接下来的大波段机会，现在就是投资自己最好的时机。让我们不管明年、后年，还是过个几十年，都可以用最轻松的模式获得持续性收入。我每个礼拜都会开学员专属的线上教学，手把手陪你看盘，顺便把操作技巧跟逻辑心法都讲给你听。有问题都可以发问，当场厘清。每周不断透过实际盘面的推测跟复盘，累积实战经验，将会帮你培养出大波段的投资眼光。对，就是像生意人的投资眼光一样，能够闻到钱的味道，自然而然的让你往有大钱赚的地方去。掌握这套能力之后，更是可以复制跟传承，让你还有你的后代从此摆脱辛苦研究、一直盯盘、短进短出的投资方式。孩子被培养出来的格局跟眼界，都跟一般人完全不能比。我一直强调，我们做的是大波段，是趋势盘，是喷出段，但很多人其实根本认不出趋势盘长什么样。每次都是趋势结束了回头看，才发现自己居然错过了期货上百点、上千点的行情，或是错过了翻好几倍的股票，竟然赚了3%、5%就下车了，悔不当初。如果你对于股票倍数波段投资模式跟期货数百点波段的操作逻辑感兴趣的话，可点击影片下方的连结，与小帮手联络取得免费讯息。辛苦可以一阵子，而不该是一辈子。不盯盘不短冲，只做趋势盘，这是我的理念。如果你认同，请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哦。我是麦门，我们下次见。